丁尼本是释迦牟尼，丁尼文殊智慧勇士，丁尼传承档案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将闻得说之，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呐，现在正在讲，这个闻法方式当中呢，就是断除这个发起的3种过失啊，这个就是略说已经讲完了，就是现在可以说上面的3种，这个过患的这个光束啊，正如印度丹巴仁波切也曾经这样说过，这个印度帕丹巴桑杰呢，是可以说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啊，在历史上呢，非常著名的一个大成就者。根据历史记者呢，可能藏地啊，就是来了5次啊，就是来过5次。有些藏地的这个历史里面呢，就是说是他已经这个活了500多年啊，就也有这样的说法。按照汉传的有些历史里面呢，就是讲那个在这个五台山的金刚口里面呢，就是实现这个圆寂的，也可以说身体不适而入于这个金刚口。我以前看过有这样的这个历史。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他就是我们藏地呢，著名的这个般若断法的这个开创者啊，就开创者。所以这个帕丹巴桑杰的就是一些医药学啊，还有一些般若空性的这个断法方面的教学呢，就非常的多啊。那么这个准则呢，就是这样说的：闻法是要像耶稣闻声一样，思维是要像北方人见羊毛一样，观修是应如愚人品味一般，行持是应如鸡牛食草一般，得果是应如云散日出一般。他这里讲了这个应该说是这个5种比喻啊，就5种比喻，说明我们这个听闻佛法、思维佛法、修行佛法、行持佛法，最后呢就是得果啊，这是非常关键的啊。其实我们很多这个教研的书里面都讲见修行果啊，就是见修行果就是也是这个道理。就是在这里，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要这个宣说见解啊，就是要听闻，因为这个听闻呢，就是这个见解呢，就是依靠听闻而产生的。我们这个从小的来到这个人间的时候呢，就是会不会有佛法的这种真正的真见呢？就是绝不会有的啊！除了极个别的一些真正能会以前世的一些大德的这个这个转世灵通以外的话呢，我们一般的这个凡夫人的话呢。就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不要说佛法的这个见解，连实践的一些这个基本的道理都是他不会就是懂得。所以呢，就是许多的这个真见呢，就是依靠这个善知识的这个教研，就是听闻之后呢，就是才能在相续当中呢升起这个正见的。就是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也是，的确是在这个世界上啊，有这么多的这个粗重复杂的这个学问和学术啊，在这么多的这个知识里面呢，我们遇到了这个佛法就是遇到了这个佛法的这个智慧呢，这就是应该说是自己的这个前世的一种福德资粮这个所导致的，否则的话呢。的确，这是很难得的。我都经常这样这个视为就是有时候去那个到了这个新华书店的时候呢，有什么样的这个时间的速度，就是在这个眼前就是看得着。在这个时候呢，就心里面想就这么多的这个知识里面呢，就是佛教是最伟大的。但是我没有一个殊胜的因缘的话呢，就是在这么多的这个老师里面的话呢，我怎么会就是遇到这个佛教的这个上师呢？就有时候真的自己心里面呢，就是有非常这个欣慰，有很高兴，就觉得是在世界上是这么多的知识里面的是我现在就是拥有的呢，就是最用现代的话来讲是最科学的，就是最完整、最圆满的一个这个学说。自己呢就是一辈子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呢，就是也用在这上面，但也是非常这个值得的就非常有意义的。
因此，我们首先应该就是听闻这个佛法。听闻佛法的时候呢，就像是耶稣听声一样的，就是下面有这个就光说。然而思维的时候啊，就是你听完了这个任何一个上师所讲的这个法之后呢，还要这个进行思维。就进行思维他的法义。那么思维他的法义呢，就像要这个北方人啊，就是一般这个当时华智仁波切所北方的话，那像那个玉苏啊、青海啊，就是这一代的这种人啊，那么他们呢，就是一般这个见羊毛的时候呢，就是整个这个羊羔也好、大羊也好，它这个身上的所有的这种毛啊，就是尤其是到了这个春天的时候呢，就是原来的这种旧的这个毛呢，就是全部都是用这个剪刀就是剪完就是剪完。那剪的时候呢，就是它不可能说这个前腿上或者后腿上的就是一部分扭着，就是没有这样的这个习惯，就是全部就是剪完，就是这样的。同样的道理，我们思维这个法义的时候呢，上师所讲的这些法呢，就是没有什么可这个取舍的。比如说今天讲了一个人生难得的这个引导文的话呢，那么人生难得的所有的比喻也好、数量也好，或者是它的这个难得的这个因啊、果啊等等，就是这些全部都是一个一个的去这个思维。因为所谓的佛法呢，就像是这个非常甜蜜的这种这个糖果一样的就是哪里就是相用的话，那就是哪里有甜味的，就你不可能是就是现在有些人的分别念一样。今天上师讲的课里面呢，一部分是我应该值得思维的，另一部分呢就是我还要值得这个待观察，另一部分呢就是应该值得舍弃，这就是我们分别念就是造成的。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教义的内容呢，就是全部要自己反反复复的这个思维就是反反复复的思维，这就是第二个比喻。然后我们观修的时候呢，就是应该就是这个就是与人呢，就是平常就是这个一些这个食物的味道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有些渔人啊，或者是有些这个哑巴的话，那就是他就是吃了一些酸的、甜的、辣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他完全的已经上到了他的品味，就已经就是品尝到就是他的这个味道。在那个时候的话呢，他就决定是有这个感受就是实践人们说的哑巴吃糖一样，就是应该是有这个感受。就是因此我们这个修行的时候呢，也应该要真正是品尝到它的这种味道比如说我们修人生难得的时候，你光是闭着眼睛坐一会儿或者是就是稍微就是心里面什么都不想，就是这样坐一会儿，这没有什么作用。你应该要想到就是就是人生呢，就是怎么样难得，就你反反复复的时候，最后呢有了这个感觉就实践人经常说是找到这个感受，找到感觉，就是让真正找到感觉的时候呢，你才就是已经上到了他的这个佛法的这个味道。所以我们这个现在修行佛法呢，就是先应该思维，没有思维不可能品尝。但是思维呢，就是你光是在这个表面上这样思维一下就还是不行的，一定要就很深入的去就是就品尝就是它的这个美味。这是佛教的每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不说是像那个大树印大圆满的很高的这些境界就不说，就暂且不谈这些。一般的我们共同这个家心里面的寿命无常的道理或者是什么业因果的这些道理，每一个道理呢，就是只要是你心里面真正去这个去品尝它，去这个思维它的话呢，就是能感受得到它的这个本来的这种这个美味就是应该会这样的。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应该是以这种方式来这个修行。然后心智的时候呢，你因为这个已经这个修行了，已经修行的话，那就是现在要进行这个性质比如说人生难得呢，你光是这个试一试就然后心里面就是已经有个味道，就品尝到它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现在在行持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你要就是如理如实的这个做到而且做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有一种意乐性就强烈的这个意乐我们前面就是举过例子一样的，就是这个饥饿的牦牛呢，就是如果就是找到了这个一些这个草地的话，那就是它一字不落的，就是全部呢就这个吃光，就是全部就是吃的。那同样的，我们这个现在新持的这些佛法，不管是人生难得也好，寿命无常也好，每一个这个所讲过的、所思维过的这些法义呢，就是在自己的身体这个实际行动当中呢，就是应该这个付诸于实践，也要这个身体力行要直接就是去这个心持的。然后最后得果的时候，
得果的话呢，不一定是我们要得什么阿罗汉果呀、佛的果呀，不是这个意思。每一个这个修法呢，就是它最后要一种得的一种果啊。得果的时候呢，就是并不是就是一种迷迷糊糊的，也并不是呢，就是好像有一种怎么说啊，就说不清楚的，就不是这样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寿命无常的话呢，最后呢，真正是在心里面已经升起了这个无常的这个定界啊。就你在行住坐卧的任何一个位移当中的话的确是无常，就是现在世间的一切万法没有任何实在的意义。那这一点呢，就是牵出一切正义，牵出一切坏意。这个时候呢，就像是太阳，就是从这个无影里面，就是已经这个出现，就是已经发射出就是它的这个闪烁的光芒一样的，就是很明确的，就并没有这个一种迷迷糊糊的这个状态。我们有些人这个修行呢，就是因为前面的这个什么听闻啊、思维啊、修行啊这些的因缘还没有具足的，你观的时候也是迷迷糊糊的观一下，最后得果就是你修任何一个法，最后得果的时候也是迷迷糊糊的，就是到底是怎么样，就像这个无理于逆啊，就是那说明就是你这个果呢就是没有这个出现的。因此在这个修行这个佛法的五个阶段呢，就是通过5个不同的比喻来说明，其实这个前行里面呢，每一句每一个比喻的应该有非常这个深深的这个意义就是有深深的这个意义。如果我们修行人呢就慢慢的把这个每一个道理呢，就是先就是好好的这个了解之后，心里面思维的话呢，你的行为呢必定会是有这个改变就是有改变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讲那个前行的时候我想是这个就讲的那个细一点吧，就是虽然我的智慧是有限的，但是的确是自己以前在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每一个道理呢，就是对自己感触很大，就是可以这么说，就是一字一句的这种道理的话呢，就是都融入这个自己的心。那现在全部拉出来的话呢，因为我的这个水平语言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关系吧，就完全就是道出来的话呢，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呢，我想我们大家就共同就是思维的话呢，可能有时候就是可以就是起一些打开思路的作用，就是这样一个共同这个学习呢，有时候应该就是可能就是在理解方面呢，就是也有一些帮助。所以我们这个在这个5种比喻来就是这样说，但是在这里的话呢，主要讲这个听闻这个佛法，听闻佛法的时候一定要专注，要说明这个意思，就是其他的这4个比喻呢没有在这里光说，意思是说闻法是要像耶稣闻声一样，耶稣闻声是这样的情景呢，耶稣这个酷爱琵琶的这个声音，就算是那人从他的旁边射杜鹃，也不发觉，仍旧依然而专注的听着。所以这个耶稣一般这个听就是听这个琵琶声的话呢，就是他有一种也可以说是一种这个习气吧，就是一种习气，就非常喜欢听。也有这个说法，古代的有些山桥大聂的这个有些人呢就是有些就是一边呢就是给他就是放一些这个音乐然后一边呢就拉着这个杜鹃呢，就是有些人就是拉着就是杜鹃呢，就是向他那个就是射箭，就是杀害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他当时听到那种这个声音的时候呢，就是他就是一直这个心里面就是专心致志的听着就不会呢就是散乱，也不会呢就是奔跑，就是他那种非常这个专注的这种心态的话呢，就是很难以这种用语言来就是描述用语言来描述所以在这里呢，通过这个比喻呢，就是我们这个应该要了解在闻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力求做到颈部自紧，身貌肃立，内流满面，双手合十而全神贯注的谛听。所以我们在听说这个佛法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其实他的这个行为态度这是这个非常的这个重要，一定要就是能做到，就是在这个上师面前也好，或者是这个现在的一些其他的这种比如说这个上师的这种语言呢，就是通过不同方式来就是传播在你的耳边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有一个
就极其虔诚、恭敬、纯洁的这个信心，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因为你有了这种特别难得和特别这种虔诚的这种信心的话呢，那么就是你的这个行为上啊，你的态度上的话呢，也肯定是这样的。从来没有听过法的有些人呢，就是刚刚就是遇到上师，在上师传讲这个佛法的时候啊，就是他就觉得是真正是已经获得了这种不死的这种甘露一样的。就是可以说是汗毛竖立啊，就是然后热泪盈眶啊，就是全神贯注的就是一定会是合适合掌，就是恭恭敬敬的，就是听述，就是这是我们很多人呢，就是从他的这个行为上，从他的这个言辞，从他的做事，从他的各种生态来，就是可以了解，就是这个人呢，就是有没有这个信心，就是其实就任何一个上师啊，就是传任何一个这个佛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要这样做到，否则的话呢，就是态度上也看得出来啊，就是每次就是听课的时候就非常勉强，就是或者呢就是打瞌睡，或者呢就是就有一种特别不高兴的一种掩饰啊，或者呢就是他非要就是躲在一个上是就根本看不到的就是角落里面去，就是因为有时候呢就是因为经堂啊就是有各方面的原因也不得不躲着，就是但有时候的话呢每天都是躲着也没有必要的，就是也不是小偷。所以，按理来讲啊，就如果条件各方面具足的话呢，应该就是在上师面前，就是应该面带笑容，就是非常欢喜，非常开心的一种心态和神态来就是听说。这样以后的话呢，有些人啊，就是上师所讲的法呢，就是很容易就是接受，就是其实我们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这种关系也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都去看一些学校，然后老师正在讲的时候呢，下面有些学生呢，从态度上一看，哦，学生肯定学不到任何知识，就是一看的是他就是要么就是做的不准啊，要么呢就是他就往外看，就根本，然后一看到老师的是特别这种出很就是很蔑视的这种眼神来就对待，这样的话呢，就是确实是老师的这种知识要灌到你的心里面是还是很困难的。就是同样的道理，我们通过实践的这种比喻来也说明，就是讲经说法的时候，讲经说法的这种专注啊、姿态啊，就是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文法呢，的确也是不仅是我们人呐来恭敬，就是其实实践的很多废人呐，就是他们也是就是对听闻佛法者是非常恭敬的。我记得以前微尘医院什么微尘医院经吧，就是微尘有医院经，就是有这么一个经典。经典里面呢，就是讲了很多的文法的一些功德啊，就是功德。其中一句呢就是这样说的，就是说是从闻摄非法，行到不死处啊，就是从闻行非什么摄非法。就是通过闻呢，就是摄非法，就是行到不死处。贤人今舍闻，天人亦复然。就意思就是说呢，就是通过闻法呢，就是舍弃一切非法的事情，而且呢，就是让我们到就是不死的这种解脱处啊。就那么闻法者的话呢，无论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就是实践的就是具有功德的就是像贤人啊，还有一些婆罗门啊，就这些也是就是非常非常的恭敬，甚至天界的天人也是前来闻法的。我们实践的做任何一个功德的时候，一般天人有他们的这种傲慢，就是他不前来的。但是有人闻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闻法在面前呢，就是天人也来恭听了，就是天人也来。所以我们普贤行愿品里面就是说是天龙就差一般的，所以什么天龙。对，天龙夜叉九板头是吧？我想来之人亦非人的，来之人亦非人的。一般我们藏传佛教啊，就是就很多法师的话呢，就是刚开始讲经的时候，就必须要念几种一个当了当了人当这么当没一个呢。若根据这那么就怎么当这个的给就当多，这样念一遍。很多法师是这样的，但是我是不具足法师的法相，所以就不敢这样念。
他这里就是说这个要这个专注的，就是这样这个听闻啊，就是听闻。那么这个必须要这个专注，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就是的确是他这里这个我们就是曾经也举过例子，就像现在实践的一些什么这个歌迷啊、网迷啊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这个迷惑者啊，就是我们这个称为这个法迷啊，就是听到这个佛法以后呢，你真的已经陶醉在里面了，就是上师一直讲着讲着讲着，你也是已经不知不觉的到了这个上师所讲的这个神秘的世界去了，就是应该心呢，就是一直这个专注的，这样的话呢，才能就是得到这个佛法的这个利益，就是菩萨地论当中也是说了，说是这个专注所而依三尽住啊，就是专注所而依三尽住以一切性思维听闻。就是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二呢，就是一定要专注；心呢，就是好好的这个记住所讲的一切这个法义，而且心怎么样这个记住呢？以一切的这种理念和一切的这个心态呢，就是恭恭敬敬的，就是谛听。那就是听书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这个恭敬心，有虔诚心，然后尽量的就是断除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杂乱这个分别念。那个时候呢，短暂的这1-2个小时当中，你不想其他的事情也是可以的，就是千万不要把很多事情呢，就是纳到就是这里面来，就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否则的话呢，就是尽管身体坐在听法的行列中，但心里却杂念纷飞，口中也是打开了其余的腹脏门，一边胡言乱语，一边东张西望，心不在焉，这些统统都是不应你的。你应该就是专心致志的听着，否则的话呢，就是极个别的人，虽然就是身体呢，就是听法的这个行列当中啊，就是住在这个人群当中，就是表面上看呢，还是就有些是可能规规矩矩的，就是听着；有些呢，就是因为心就是如果不在，就心不在焉，心没有专注的话呢，身体也是基本上让这个实现一些就是他的这种不如法的这种动作。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身体虽然就是住在这个听法的行列当中，可是他的这个心呢，一直就是胡思乱想，东想西想，就是纷飞杂念呢，就是一直就是人在这里，就是心呢，就是不想该想的这个法呢，就是不想，就是不该想的很多的，就是就像以前乔美仁不是那个扎嘎仁波切所说的那样，就是在一堂课的时候呢，就是云游整个世界，就一堂课完了以后呢，就是所有的梦幻世界都全部已经逛完了，就是又回来了。上师说一下课的时候呢，上师所讲的课呢，法呢，就是一点也是没有记住。那个时候的话呢，你自己心里面梦幻的这个想象啊，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想完了，这是不合理的啊，就是确实是应该想的就是这个法业。不过业力深重的有些人的话呢，就是往往都是在上课的时候呢，就是东想西想，这样也是有些呢可能也是这个显现吧，就像以前长安讲座一样的，就是长安讲座说是应该这个该想的那个什么上师的这个面容呢，就是一直想不出来，就是不应该想出的这种什么这个亲人的这个容貌呢，就是一直这个浮现在，始终是这个浮现在自己的这个眼前呢。还有怎么讲的，就是长安讲座的有些歌的话呢，表面上是一些世间的这种情歌，但是也有一些我们这个凡夫人的心态比较这个祥和的，然后呢也直接就是说到了我们这个世间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烦恼就是表面上看呢，就是人们都当时因为他的一生的这种这个经历啊，就是也有各种这个神秘的这种这个一部分但是呢，实际上他的道格呢，就是一直流传的这个现在里面的很多不同文化人的话呢，就是他接触的这种利益呢，就是不相同的，就是比如说实践人的就是贪心非常重的，就是他对感情特别重的呢，他也是用来这个来就维护自己的，也有一些这个修行人呐，也有一些修行人的话呢，他也是用来就是他的一些这个教言就是用着这个他的这个教言就是他说是什么如果是按照怎么说的他忘了韩文里面怎么表达但算了吧就是对，如果这样的这个想着的话，那就是继承成佛的有可能这样这是什么他说的
所以啊，就是我们这个很多的这种纷飞杂念呢，就是在这个听法的行列当中呢，尽量的这个制止，尤其是呢，就是在这个听课的时候啊，就是千万不能这个说一些话啊，就是大概这个在这里一个。可以说一种这个怎么说啊？就是有一种这个你一种语气来就是说明的就是打开了这个气语的这种复杂啊，因为一说这个闲话，一说这个一些气语的话呢，就是这个人呢就是特别冷所会讲啊，就是冷所会讲，让他一讲一些佛法的道理的话，那就是什么的话就讲不出来，就是保持这个就禁语的这个状态，就是那么这些人呢，就是在这个课堂的时候啊，就是千万不能就是讲，如果要讲的话，那就是对其他的很多人的这种善根也是会坏的，因为别人呢本来的是就是专心致志的听着这个上师的教言，如果旁边有一些人呢，就是开始这个说话，但这样的话呢，就是断了传承，听不到法语，而且呢，这个人也是造了就是专生这个淫武当，就是很多就是可怕的这种恶业，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一定要就是想到就是在这个听法的短短的时间当中的话呢，一定要就是行为是这个如理如法的现在大多数的这个城市里面的人也是逐渐呢就是听闻佛法的这个行为是比较这个如法的。以前我看见过有些地方的人呢，就因为从来也是没有听过这个佛法，就是然后他们就始终是觉得是好像是老百姓开会啊，或者是有些法师讲经的时候，基本的这个唯一的是他不会这个做的，看起来也是特别的这种可怜，但是一的这个盖的话呢，就是也非常这个麻烦呢，就是大概在91年的时候，我出去。我们这个四川的一个地方啊，然后来的人大概是100个人，然后100个人的话呢，每一个人的这个行为的话呢，就是全部就是这个发起的这些过失啊，就是全部的这个记住，就是所以一的也没办法这个说，当时心里面就是很失望，就是的确很失望，就是但最近呢，就是我们这个也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就是很多人呢就是推广这个佛教，尤其是我们这个藏传佛教里面的一些这个文法的这个唯一呢，就是在这个佛经当中非常清楚，戒律里面就是很清楚的。学过戒的人呢，就是大家都非常这个明白，就是这样以后呢，就是听闻这个佛法的行为呢，也可以看出了这个人的修行应该是很不错的啊。就听闻佛法的时候呢，就是所有的这个行为都是如理如法的，从他的行为上看起来也是看得到，就是也可以说是能推测得到他的心里面呢，就是可能也发了这个菩提心的，或者呢就是发了这个大乘密法的这个清净观的，就是应该就是可以这样说的。那么我们这个今后呢，就是尽量的就是要让做到就是这些这个如法的这个行为。在闻法期间，甚至包括诵经、念珠等一切善行也要放下来，而集中精力谛听。就是在这个闻法期间的话呢，就是前面也已经讲过，就是这一些不好的这个行为，比如说说闲话，或者是做这个站着听法然后呢，就是正在讲课的时候呢，就是顺便就是中间。就是断传承而离开或者呢就是中间就是走来走去就是中间吃饭就是各种这些不良的这个行为肯定要断除的。甚至我们平时呢，就是要行持这个善法的就是念咒语念佛号还有书里面就是拉着这个念珠拉着转经轮等等等，就是这些呢，本来是就是有一定善根、有一定功德的，但是在闻法期间呢，因为闻法是非常的这个重要，闻法的功德呢，就是远远的超过就是我们只是单独念一个咒语或者是念一点佛号这些的根本就是不能就是千百万方面就是逼他，就是所以说远远超过他的原因呢。那么闻法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些有些我们藏地的有些老乡就是不懂那个佛法的人的话呢，就是法师在讲经的时候，他也是就好像觉得是就是非常就是专注的，就是一直拉一个转经轮，就是在一边听课一边这样用转经轮，但这是不合理的。就是虽然这个转经轮的转一次的功德很大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心要专注，就是这是所有的一些上师和高僧都这样这个讲的。而且那个时候呢，你把念珠也是这个放下来。有些人在念传佛法的时候呢，就是觉得是这个时间呢不能浪费，就是然后那边就是一直
一直嘴巴动着，就悄悄的一直念着，就是虽然没有出声，但是一直念着，这也是不合理的。你那个时候拿着什么你的课诵机啊，拿着一些什么经典啊、咒语啊，就这些来念说，这是说明就是这个人很愚笨，就是不懂这个文法的这个规律。你如果懂得文法的规律的话呢，这个文法是比这些就是功德，就完全就怎么说啊，就远远超过就是这些功德了。就所以说呢，你那个时候根本不用就是做什么的。以前那个也是这个有一个老堪布啊，就是他在那个讲显信的时候也说过，他虽然一辈子都念过这个好记忆这个心咒啊，就是好记忆心咒，不是我们法王的弟子。然后他说是好记忆心咒，但是现在呀，真正自己心里面把握最大的呢，就是听过一些佛法，这个功德是自己是最绝对是有把握的啊，就是不管是事业哈，乃至生生是自己最有这个功德和最有可靠的呢，就是闻过佛法，就是这个时候自己念的这个记忆的这个心咒的话呢，虽然是有功德的，但是这个呢，并不是自己的最这个依靠处，就是的确我们这个念咒语啊，有些人就因为这个三恶的这个功德的轻重呢，就是不太懂，就是文思的这个地啊，就比较薄，就是这样的原因呢，就是觉得是包括我们这个学院里面，以前我也看过，就是极个别的人呢，就是就觉得是念咒语，就是那个时候很重要，就是一边听课一边就是念这个咒语啊，或者是这个拉转经论，这些都是不允许的。以后听任何一个课的话呢，那么就除非上师这个已经开许了，就是那个时候念一个传承，就是不是信意义的专注，就是要懂到这个法义的时候呢，特殊开许的，有时候有念咒语的时候也藏传佛教里面就是也有，但是除了这些以外的话呢，一般就是任何法师在传任何这个课啊，就是讲任何课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专注。还甚至我看见有些汉地的这个也是一边就是坐在沙发上拉一个转经呢，然后在电视上就是放一个上师的这个课啊，就是然后就他觉得是左边就是拉一个念咒，右边拿一个转经了，眼睛看一个什么那个电视，就是让耳朵听到这个声音，就是什么这个六根都已经得到了这个法义，就是但这个我觉得不重要。你要听课的时候呢，其他的所有的事情都要放下了，包括在电视机面前，你如果真的要这个授课的话，那就是那这个时候所有的其他的事情都全部放下了，然后你一心一意的一边看法本，一边呢就是你就这个听着，就这是很这个如法的一个行为。就是有些人呢就是根本不看这个法本，就是这也是说明不合理的。因为闻法的时候呢，一般上是给你每一个字啊，每一句话就在解释，在解释的时候，你除非是把所有的这些法义全部是这个就是能背得到，倒背如流着，那个的话呢，你浪背乱就是一般来讲呢，我们这个凡夫人呢，对这个法义还是比较陌生的，就是自己一边看书一边呢，就是听那个上师的这个课啊，就是有时候呢就是看一看上师，就是这是合理的，是吧？听闻之后，应当所讲的法义，牢记在心啊。就是听闻以后呢，你光是听了以后就也不行的啊。就是什么这个左耳听右耳冒，就全部没有了。就是就是这边听是听完了，就是全部都听了。但是听完了以后，一个字一个校正也是没有这个记住的话呢，也不行的。而且所记的内容的话呢，就是应该这个身体力行啊，就是并且经常实地修行。正如释迦牟尼佛也亲口说过，我为如说解脱之方便，当知解脱以来于自己。所以我们这个听闻佛法呢，就是的确也是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任何一个上师的话呢，他对这个弟子就真正让这个帮助摄受弟子的话呢，就最好的这个最好的方法的话呢，就是这给他宣说佛法就是宣说佛法其他的有些这个当然极个别的一些像那个盖旧派的一些像马尔巴罗在传承的弟子当中呢，让他一直只是苦行，就是最后呢就是通过不同的一个教言来这个直指心性，就是这种极个别的是有的，但其他呢都不沾谈。就是应该说是所有的这个上师和弟子之间的这个交流的这个关系主要是建立在这个佛法上是很重要的。上师一定要讲，然后弟子呢就是通过听闻以后自己身体力行，这就是一指上师的这个功德，一指上师的这个利益呢就是这样。不仅是我们作为一个弟子，一指一个普通的这个上师的这个行为是这样的，而且呢，我等大释迦牟尼佛是3000就是大千世界的整个这个众生护助
那么终身护主的话呢，他也是没有用这个其他的这种方法，比如说先是神通啊，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就是利益众生，就并没有这样的。他也是唯一的利益众生的方法呢，就是转法轮啊，就转3次法轮。就转3次法轮呢，就是利益众生的这个方法。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当时也是对有缘的弟子说：“我给你已经讲了这个解脱的这种方便方法，现在呢，就是解脱已经依赖于你了啊，就是解脱呢，就是靠你这个自己的这个本事。如果你自己呢，就是不争气，你自己呢没有好好修持的话呢，我虽然是这个功德圆满的这个佛陀，但是也无济于事，就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个方法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懂到的。应该这个佛陀的话呢，唯一的这个三界护主，但是他也是为众生的真正的这个指引方法、解脱方法的话呢，就是这个宣说方法啊。就龙门菩萨也说了，解脱以来，于自己他人不能做主板。对，就是解脱呢，就是依靠自己，就是别人呢，就是像你真的是把你这个拽上来，就是把你就是带过去，就是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这个善知识也好，就是他们都是不行的。在我们这个轮回的这种这个生涯当中的话呢，就是全是自来自去的。原来有一个汉地出名的叫什么元照啊，是吧？有个比丘尼，就是他是这个圆寂的时候也是心脏不坏的，就是还是很出名的。他记得说了一句呢，就是什么这个自来自去。自三摩，自修自证自金刚啊，就是有这么一句，就是里面的这个意思呢，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应该就是自修自证，就获得了这个金刚佛的果位的话，自己修自己可以这个证悟的啊，并不是呢，就是说是啊，我现在是。一直上是你老人家，就是全部都交给你了，就是我的生活费也好，我的身体也好，我的政务也好，全部都是就交给你。那当时马尔巴也是没有这个答应，就是这样的要求。所以真正是这个现在很多啊，就是师父们呢，就是这个摄受弟子是非常值得赞叹。但是呢就是你这个为什么要摄受他呢？就是你应该要想帮助他，并不是这个我要摄受一个弟子呢，应该给我提税啊。给我就是背个包啊，就给我就是提东西啊，就是我为呢就是这样的话呢，那这不叫弟子啊，就是这不叫这个弟子。如果真的是你要想摄受弟子的话呢，通过这个佛法来摄受，我觉得这是非常这个好的。否则的话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关系不一定只成为这个师徒之间的关系啊。上师为弟子讲经说法，就是教导弟子如何就如何闻法修法，如何从善，如何身体力行，就是上师的这个人物啊，上师的这个行为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上师要摄受弟子的话呢，就是肯定要想帮助弟子，要帮助弟子的话呢。那么这个上师有什么样的这个办法呢？当然，极个别的一些大成就者的话呢，他天天的是让弟子这个干活啊，天天的是让做事情的话呢，终有一天会不会就是用自己的这个鞋脱下来，就是给这个弟子耳光，然后就这个时候呢，就是会不会他顿然这个开悟啊？就这是对成就者的极个别的行为是有的，但一般来讲的话呢，应该就是作为一个上师的话呢，就是这个弟子很可怜的，他什么法都不懂，就是他实践和出实践什么都不懂，因此呢，首先的是要引导弟子的唯一的这个方法呢，给他呀，就是像怎么样，就是听闻佛法。听闻佛法的时候呢，不能戴帽子，不能这个穿鞋，应该恭恭敬敬的如何听说啊，不能有3种过失啊，6种勾染啊等等，就是给他一个一个的，就是听闻佛法的这个。然后怎么样修行，就是首先从假心开始修啊，不要就是从真心开始修啊，就是因为弟子不懂啊，弟子就是听到别人说是就是真心很圆满的话呢，弟子肯定愿意从真心开始修，就是所以上师呢，就是让他就是假心开始这个修啊，然后怎么样这个从善什么这个弃恶从善，就是怎么样端出这个十不三业，如何这个行持善法修菩提心啊，一个一个的给他就是讲完了的话呢，就是你真正是这个意志上是也是起到这个作用的了啊，就是起到这个作用的。有些弟子的话呢，依着这个上师啊，
就是已经这个10几年、20年，天天的是跟着他，就是背一个包，就是跟着这个师傅跑。但是师傅呢，从来也是没有给他传过，就是诸我木作诸善奉行的一句法语，就是很可惜啊，就是很可惜。也许可能师傅他自己也是传不来，就是自己也天天的你给我修殿堂啊，你给我修塔子啊，你给我就是什么这个放牦牛啊，如何，天天让弟子这个就像是以前的这种这个地主呢，就是对这个陆地一样，就是天天就是这个使用它，就是可以说是意识的。但实际上呢，这也是真的是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啊。刚才也讲了，极个别的成就是有神神秘意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凡夫人是不敢就是吹拆他们的一些这个神圣行为。但除此之外的话，一般来讲，释迦牟尼佛的传承当中的话呢，上师呢就是一定要就摄受弟子的时候要这个佛法来摄受。希望我们这边的很多这个法师啊，以后就是到世界各地去啊，在弘法利生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你把这个树弟子的标准呢，就是也并不要我给你剪一个头发，就是我给你去一个法门，从此以后我认可你是我的弟子，你认可我是你的师父，那我们之间的这个得法已经有了，就是从此之后呢，我们之间已经这个建立了非常这个坚固的师徒关系，就是你不能就是得罪我，不然的话你破誓言制啊，不要用这种方式，一句话也没有传，破什么誓言？现在就是社会上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所以我们这个摄受弟子的时候的话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弟子就是应该这个传授这个佛法以后呢，就是才算是你是这个师父啊，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孙悟空所说的那样，师父就也可以。下面就是说，这是那个说的这个上师啊，就然后下面就是说这个弟子，作为弟子，务必要念念不忘，时时铭记上师所传授的所有教言，进而付诸于实践，也就是实地修持。那么作为弟子的话呢，就是其他的就是不重要的，应该就是上师所讲到的这些深深的这个法要，就是念念不忘，就是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当中呢，就是铭记于就是上师所传讲的这个显宗也好、密宗也好，深深的这些这个佛法一定要就是传讲，你就记住啊，因为你作为一个弟子的话，那就是真的是这个佛法你没有这个继承的话呢，那就是其他的就意义不大的所以呢真的是这个有时候我经常想啊，就上师如意宝德是对我们就是无数的这种这个佛教徒的这个功德和这个利益啊，是非常的这种不可思议啊，就是的确不可思议，就是已经懂到了这个佛法，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呢，就是绝对不懂就是这些这个关系啊，所以作为弟子的话呢，就是其他的就是不重要的，应该在上师面前呢，就还是要认识到，就是学到一些这个佛法，而且呢，这个佛法也是依教奉行，应该呢就是时时刻刻的，就是将自己这个尽心尽力的。就是去这个修持就是去这个修持，去上师所讲的这些教言呢，就是修持。相反，如果将上师所传的法义抛之脑后而没有记在心间，虽然也可能有一点闻法的功德，但是对佛法的词义一点一滴也不能领会。由此看来，几乎与未曾闻法和没有差别就是所以。他这里呢，就是如果这个想法呢，就是上师所传讲的这个，那么就是深深的一些这个法要，弟子呢，就是在这个闻法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因为他自己的这种烦恼也好，就是他不懂这个原因也好，根本呢就是没有记住这个上师的这些这个法义，而且呢就是全部都只置之不理就是抛之脑后全部都这样这个放弃。这样的话呢，虽然在上师面前呢，就是听说佛法呢，又是有一点这个闻法的这个功德，这种功德的话呢，不仅仅是这个我们一般的这个人类就是包括世间的一些旁生动物就比如说这个燕子或者是小狗小猫就是还有任何一个动物，也是在当时这个在这个听法的这个群体当中的话呢，它也是得出了一些这个闻法的这个功德。那么真正的对这个佛教的这个意义的话呢，就是一点也是没有就是得到的，也许可能就是得到了一点点，但是呢，就是这个你
离开了这个法堂以后的话呢，就马上就是变色了啊，就是红铁的话呢，离开火以后，马上就会变成这个黑色的铁一样的。就所以呢，我们这个很多人呢，就是在这个上师传讲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有一种难得的这个心啊。上师所讲的这个每一个字每一句呢，就像以前的那个。像那个华智仁波切啊，像阿琼堪波啊，还有韩地也有很多的这个长期一直上师的这样的这种高深大德，按他们的这种亲近性那样啊，就是像的，首先像的啊，这个上师呢，就是真的是跟这个佛没有什么差别，就是有一种信心。然后上师所传讲的话呢，就极其的难得就是然后。这样以后呢，就是把上师所讲的话呢，就是尽心尽力的全部记在心里面。如果心里面实在是这个记不到的话呢，就是也可以这个就是记录下来。就是我们以前的有些这个学院的，就是道友的话呢，就是每个上师所讲的全部都是录在这个录音上，就是什么磁带上，就是最后离开学院的时候都是好几代那个磁带。这也是一种对文法的这种表现，因为他自己实在是没办法记，就是只有让录音机呢，就是代替，就是这记住，就这样也是一种这个办法的。但是呢，的确是这个在自己文法的过程当中，对法还是有一种难得之心。有了难得之心的话呢，你也是在把这些法全部会记下来。否则的话呢，好像我们平时也是从行为上也是看得出来啊，就是马上下口就对了。这个上是在说什么啊？就是一直就没完没了的，就早一点就是休息就好了。如果心里面有这样的这种厌烦心的话呢，他也不会这个尊惜这个事业啊，就不会尊惜的。所以应该说是，如果我们没有呢。就是认认真真的这个听受的话呢，就是还是有一些这个过失，就是他这里说是几乎与唯识文法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当然这个文法的这个功德的是有的，但是从大的这个佛教的这个利益方面来讲的话，那就是这个一直上师的最根本的是让你学到了一点佛法，这个很重要的。比如说一个老师和学生呢，我经常这样讲，老师和学生呢。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并不是因为就是老师这个承认你是我的学生呢，就起不到什么作用啊。比如说我的老师呢，就是非常出名的一个人，但是我在这个老师面前呢，就是连一个字都没有学到的话呢，我口口声声说是我的老师是爱因斯坦的话呢，也实际上没有任何的这个意义啊，就没有任何的意义。那如果呢，真的这个老师的通过不同的方便方法来让我学到一些知识的话呢，那我们之间真的是建立这种关系也是值得的。所以一个上师呢，摄受一个弟子的话呢，看这个弟子依靠这位上师呢，真的是这个学到了一些佛法的这种知识，然后呢，自相续当中的一些烦恼呢，就减轻啊，就减轻。智慧的话呢，日渐就是增上啊，就这样的话呢，就是一直上师的这个价值已经有了，可以这么说。如果你整天都是给上师这个服务，整天都是跟上师做事情，但是呢，上师相续当中的这种智慧呢，一点也是没有得到的话呢，那真的是没有多大的这个意义。尤其是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呢，就是作为这个上师的话呢，一定要广传这个佛法，因为不懂佛法的人太多了，如果上师们没有传的话呢，也不合理的。当然也不一定非要有一个上师的这种凸显了，也不一定要上师的这种名称。一般我们每一个居士也好，出家人的话呢，都有责任，因为这个佛法呢，是我们大家的这个如意宝，并不是几个上师的这个责任了，不是这样的。这个佛法的话呢，其实是每一个凡是这个护持佛法的人呢，都有这个就不可推卸的一种这个责任。因此，我们因缘成熟的时候呢，虽然呢自己也是没有成为什么这个阿僧尼，也没有得过这个阿僧尼的这种称呼，但是呢，你在这个方便的时候，不同的场合当中的话呢，哪怕是路上遇到一个乞丐的时候呢，你也是给他给1毛钱的时候呢，你先给我念一句阿弥陀佛，没有念的话呢，我绝对不给你。那你这也是一种弘扬佛法的一种这个行为啊，因为你平时其他的一些这个高僧大德也好，一些高级领导，你给他转法轮的机会的话，那没有的。这个乞丐的话，那很脆弱的，你还是在这个人上面也气势汹汹的说几句话，他也不会反抗的。所以呢，这也是一种弘扬佛法的这个行为。
所以我们平时呢就是一定要对这个护法如意宝的话呢，就是有一种这个恭敬之心，要这个怎么说啊，就是维护之心，还有呢就是要这个弘扬的这个心，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就算是将所闻的这个法记在心中，但如果与烦恼混在一起，也不能真正步入正法啊，就是刚才就是先就是应该要这个听说这个佛法，然后呢要记住，就是但记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你一定要就是不能就是掺杂一些这个烦恼啊，就是以上的意义也实践的一个比喻来，就是也可以，就是比如说一个碗里面舀一个汤啊，舀一个汤的话呢，你这个碗扣着的话呢，就是这个汤啊，就是全部倒在这个河面，就是不可能里面就是沾一点一滴的。然后虽然碗没有这个扣着，但是里面有洞的话呢，就是你所倒的这个汤全部都就是漏完了，就是也不可能成的。然后也没有扣着，也没有这个里面什么漏洞，但是里面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毒药啊，就是粘在这个碗里面的话呢，你这个倒的汤呢，就是最后你吃下去全部都是毒药，就是也很可怕的。所以呢，这几个这种过失呢，就是全部要这个牵扯。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平时这个听法的时候呢，就是既要这个专注，也要这个记住上次所讲的法义。但是最关键的呢，在听法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不要有各种这个烦恼和一些不好的这个动机和目的啊，就不要有。有的话呢，就是干脆你也不要这个参加，就这样好一点。比如说你为了就是这个赚钱，就是去这个听法，为了就是获得一种名声啊，这样的这个目的，你去这个听法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已经掺杂着就是很多的这个毒药啊，就是毒药，就是那么这个毒药的话呢，就是不管是谁，就是相用之后呢，还是很危险的。所以就像是无尽大波仁波切啊，大波仁波切的话呢，在藏传佛教里面是大波盖举派的这个传世人。这个盖举派里面就是非常大的，就是在米拉热巴传承弟子里面呢，就是极其伟大的一位这个修正就是这个成就者。那么他呢就是这样说的：若不入法而行此，真法凡成恶趣因。就是我们对这个如理如是而这个修持的话，那当然这个正法呢就是成为这个解脱因。但是有些人呢，因为自己的智慧不够，心性不够啊，把这个正法呢就是作为对境，没有这个如理如法的这个修正，就反而呢就是把它就是以这个分法来这个性质啊，本来是佛法是这个如意宝一样的，但有些人呢就是开始这个贩卖佛经啊，有些人呢就是依靠这个佛法来就是造各种各样的这种恶业，这样的话呢，依靠佛法而这个堕入恶趣的，而且《华严经》里面也是说过，说是这个牛淫祟啊，就是成这个成入，然后色淫祟呢，就是成度啊，就是《华严经》里面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世间的有些牛啊、马啊，就是有些动物呢，就是它这个喝了水以后的话呢，就是变成这个乳汁啊，就是身体里面的一些这个液体。可是这个毒蛇呢，就是不相同的，它这个喝了水以后的话呢，就是全部都变成这个毒药，就是害很多的这个众生了。因此，我们这个心持善法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就是这个如理如是的这个心持啊，就是前往呢，就是不要这个以这个非法的这个行为来这个摄持，否则的话呢，就是应该就是对自己的这个上师啊，就是生这个邪见也好，或者是对这个同行道友呢就是生一些这个成见呐，就那这些这个心态来，如果就是听说佛法也是的确是不合理的，不仅是我们藏传佛教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而且这个汉传佛教里面，比如说像那个以前的智者大师啊，他也是说了，就是他说这个为了明理，就是这个发菩提心的话呢，就是就为明理发菩提心呢，就是三途因，就是三途就是三恶趣的意思就是为明理而发菩提心呢，三体。我们表面上看呢，发菩提心是应该很好的，但是我这个为了出名呢，为了就是一些这个获得财产而发菩提心，也是这个成了三恶趣的这个因。以前那个应该这个是智者大师，应该是智者大师说的。还有那个欧义大师的话呢，就是什么这个好理有车，什么好理有车，天地宣扬醍醐成毒药，就是醍醐成毒药，就是一句话就是很清楚，就是醍醐成毒。表面上看的这个佛法呢，
就是像甘露醍醐一般，就是非常的这种纯洁完美。可是呢，如果我们有些人呢，就是没有用好，没有这个适用好的话，那就是它可能会就是成为是这个毒药的，就是很危险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平时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把这个善法呢，就是要善始善终就是现在有些人听课的话呢，就是我也就是强调就是在这个，尤其是在这个城市里面呢，就是大家这个好多居士就是集聚在一起，就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在那个场合当中的话呢，尽量的是不要有一些这个非法的就是比如说这个佛法呢，就是当这个搞生意搞各种这个生意赚钱或者是依靠就是学习这个佛法的时候呢，就是互相就是现在一些世间人的各种就是不良的这个行为，贪心嗔心嫉妒心各种各样的这些行为呢，就是千万的是不要就是在哪里，就是因为短短的这个听说佛法呢，就是全部都是前面有菩提心，后面有这个慧想，中间呢我们说的是这个什么这个无眼这个真心无眼殊胜真心无眼殊胜，拉群者仁波切不是说的吧？说是要么呢就是你在听说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专心致志的听说，这也叫做真心无眼；或者呢就是说这个真见等次所摄者，真见等次的话呢，你不管是学什么样的法，修什么样的这个法呢，在这个时候不起这个其他的一些杂乱这个贪心嗔心的这种分别念，就是只是把这个以一种三性的心态来就是接触的话呢，这就是真心无怨。所以呢，我们听一堂课呢，就是3书生都具足的话呢，那表面上看呢是这是1-2个小时的事情，实际上呢，你的一生当中还是完成了非常重大的这个事情。就是因此呢，我们在这里也说了，就是对这个上师正法呢，就是如果起一些颠倒的妄念呢，这也是在这个听法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还是这个依非法而行的就本来是听法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你在听说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下面就是一直的是特别就是恨那个上师又讲什么呀？天天讲一个故事，不想听。真的有些人的这种根基不同吧，就是依靠这个佛法来，就是开始这个自己造很大的这个恶业，就是好像上师给你这个传输佛法呢，就是天天都是给你传输恶法一样的。传输恶法的这些人的话呢，他还是兴致勃勃，就是不是这样。比如说看电视，电视里面天天给你传来的信息全部是贪嗔痴，可是看电视的时候，这个人就非常的这个开心，满面笑容，就是特别开心的看着，就是你看电视里面不会有让你这个解脱的这种信息，可是看电视就是他特别的这种开心，一听到佛法的时候呢，就是特别这种一种蔑视的眼光呢，就是看着法师就是特别恨一样的。那说明呢，就是业力这个显现，就是他依靠这个正法来就是造这个恶业的。真的，我们这个不管是人和这个人就是在任何一个法师呢，就是他课里面说的是全是这个善法，就是即使他是凡夫人的话呢，就是在说法的时候呢，就是的确是跟这个诸佛菩萨没有什么差别。我昨天就是这样的弥勒日巴的这个教言呢，就是的确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也没有必要就是把这个上师呢，就是看着这个坏人来就是对待，就是他给你这个传的是善法，就是并不是让你这个教你这个杀人就是教你这个屠刀就是也不是这样的。如果有人这样的话呢，你也许可能特别高兴。对上师正法就是起颠倒妄念的话呢，这也是很可怕的这个事情。还有呢，就是对同行道友就是对同行道友志同道合的这些道友的话呢，就是经常就是讽刺他们就是冷嘲热讽然后不修一个这个懂什么呀？我旁边的这边左边的也是个坏人，右边的也是个坏人，前面也是贪心大的人，后面也是嗔心重的人，所有都是坏人。唯一的我呢，就是很了不起的，应该是在这个八教书里面的这个一颗檀香树就是自己认为是自己是非常了不起，那这也是这种一种恶嘛，就是诸如此类的分别念都是恶趣的因在带文法的时候呢，大家应该知道要迁除傲慢，就是应该对这个所有的道友也好，对所有的这个佛法和这个上师们呢，要恭敬虔诚的这种心。所以呢，务必要断掉就是这所有的一些不清净的这种垢染就是就像我们这个一个容器的话呢，就是把它这个洗干净的话呢，就是里面盛什
什么这个甘露也好，药也好，什么东西都是可以的。如果你这个气啊，就是没有洗干净的话呢，就是里面装什么东西都最后都是可能就是成了这个有毒的食物了，有毒的食物。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先这个听法的这个前面呢，就是华智仁波切的要求呢，观察自己的这个相续，就是自己有没有就是耳不听的这种过失，有没有心不专注的过失，有没有杂烦恼的过失，这三大过失呢就非常的这个可怕，一定要把这个洗干净。因此从明天开始大家听课的之前呢，就看看就是自己的这种法器呢就是洗干净没有，没有洗干净的话呢，就是应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用真知真念的毛巾来好好的这个洗啊，就是要这个好好的擦拭，否则的话呢就你辛辛苦苦听书啊，就是结果你的一些恶分别呢反而造了很大的这个恶业，也是非常不值得，就是一定要以如理如法来行持。好，今天讲到这里。Om Bandara Bandara